我来到了缅北与中国的交界地带，左侧是缅甸克钦邦，右侧是中国云南的腾冲。今天我将去探访中缅边境的侯桥镇和侯桥口岸。我搭乘的小面包车，去年还在跑云南侯桥镇到缅甸甘拜地的线路，坐这个车就可以从云南直达缅北。2024年10月底，克钦独立军攻陷克钦邦第一特区首府板瓦。11月20日，克钦独立军攻克甘拜地口岸后，克钦邦境内中缅边境缅方一侧所有口岸均已被克钦独立军控制。因为频繁的战乱，两边政府都严格管控人员流动，于是这条从中国边境直通缅北的客运线路也就无法继续了。一路上车辆稀少，更难见到行人，我的内心是慌乱的，毕竟普通人听到缅北这个词都充满了恐惧。我的这趟缅北边境之行，内心也是充满了忐忑与紧张。我是从腾冲市区出发，乘坐乡村中巴车去中缅边境的侯桥镇。车站并没有挂牌，也比较简陋。管理员大姐见我各种角度拍摄，紧张地问我是不是来检查的。我赶紧回答是去侯桥镇赶集的。管理员大姐将信将疑。中巴车准备从车站出发前，管理员大姐登车监督乘客系好安全带，极其仔细严格。看来大姐的内心仍然怀疑我是来暗访检查的。乡村中巴开出城区，田园风光开始进入眼底。腾冲的夏天太凉爽了，车窗外的风简直就像空调出风口吹出来的。中巴车这段行程是从腾冲市区到侯桥镇，这段行程我是不担心的，因为同行的人多，而且侯桥镇离中缅口岸还有20公里的距离。最让我不安的行程是下一步从侯桥去边境口岸。我在网上查到的信息是要做这种去缅甸甘拜地的小面包，万一被黑心司机直接拉去缅北卖了，那后果简直不敢往下想。10年前我到过泰国北部地区，地形地貌和这里很相似，如果把文字换成泰文，路上再多一些皮卡车，基本就可以假装在东南亚。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巴车抵达侯桥镇。今天正好是侯桥镇赶集的日子，每5天才轮到一次。镇子主干道两边多了许多摆摊的摊位，人流量也比平时大很多。许多店铺的招牌上都有蚯蚓一般的缅甸文字，给这个边境小镇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息。差不多也到了午餐的时间，我选择品尝腾冲著名的稀豆粉和大救驾。稀豆粉是用豌豆经过泡发、研磨、过滤，得到细腻的豌豆粉浆，吃的时候可以搭配各种奇怪的调料，所以味道也显得很新奇。至于大救驾，则有一个故事，相传清初吴三桂率清军打进昆明，明朝永历皇帝逃往滇西腾冲，饥饿难忍时，一户农家将饵块、火腿、鸡蛋、青菜等炒在一起给他吃。永历皇帝吃后赞不绝口，称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从此腾冲炒饵块便有了大救驾的别名。大救驾的是将饵块切成菱形片，搭配鲜猪肉片、火腿片、酸菜、葱、菠菜、西红柿、糟辣子、鸡蛋等，加入少量肉汤焖软。掌勺的女老板说，可不要小看她嘞，她可是在腾冲餐馆里干过几年的。饵块的分量已经切了很多，还问我够不够，不够的话再给我加一大块。我赶紧谢绝，这个分量已经大大超过我平时的标准了。吃饱肚子后，我在侯桥镇闲逛了一圈，因为是贸易口岸的关系，会有许多中缅两国的货车经过，镇子规模还算不错。两边的摊位上会出售一些在大城市很难看到的商品，当然也少不了风靡全国的奶茶和零食连锁店。商业是最强大的渗透力量，它能轻易穿越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缝隙，让人感受到世界大同的景象。镇子上公厕不好找，我正好经过侯桥镇为民服务中心，是中午休息时间，办公区的大门是锁着的，但大厅是开放的，厕所也是开放的。在云南的旅程中，我不止一次发现政府部门的大门上挂着免费向老百姓开放厕所的牌子，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个人非常赞赏，希望全国都向云南学习。接下来我便要坐车去口岸。在小镇不好打网约车，但看着那些不太正规的小面包，我总是有点放心不下。我在镇子上又闲转了2圈，内心反复权衡。当黑而精瘦的小面包司机老哥再次主动向我拉客，我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车牌号，发到了我那有50人以上的相亲相爱大家庭微信群，然后上了他的车。
腾冲的天气凉爽，不用关车窗，这让我也有了更多安全感。我的预案是，如果发现司机偏离导航，把我往偏僻的地方带，或者有其他同伙配合试图控制我，我将大喊救命，并从车窗逃跑。虽然我也感觉到，在这种荒山野岭，我叫破喉咙都没有用。司机老哥是本地的汉族，给我介绍了一些当地的情况。他在去年缅北大战之前，主要是跑侯桥镇到缅甸甘拜地的客运路线。那时中缅边境秩序正常，许多缅甸人来云南这边打工做生意，许多中国老板也去缅甸种香蕉做贸易，人员往来较多，生意还算不错。老哥有边民证，进出缅甸都很方便。去年下半年缅甸战乱之后，两边都开始严格管控人员流动，没什么人坐车了，侯桥到甘拜地的路线也就停了，现在就只能拉点散活。我提出要中途参观史迪威公路的老桥，老哥非常配合。侯桥是史迪威公路通往印度支那半岛的要冲，是中国通往密支那的最后一站，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承载着物资运输、人员往来等重要功能。作为史迪威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老桥见证了二战时期中缅印战区的历史，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的重要通道。1943年，美军在此位置上架设了一座军用贝雷桥。1945年建成史迪威公路钢架桥。1963年，该桥被改建为水泥钢缆吊桥。在桥头有几间荒废的小房子，还有史迪威公路和老桥的介绍。我猜测应该是当地政府曾设想把这里开发成景点，但因效果不佳而放弃。司机老哥告诉我，桥头的那几栋房子之前曾开过餐馆，估计也是因为游客数量太少，最终倒闭而废弃。走在桥面的木板之上，两边山峦起伏，桥下巨石嶙峋，水流不断。按我看，这里不仅有历史事迹沉淀，风景也非常秀丽，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旅游景点。希望在未来它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来。继续往口岸前进，穿过隧道后，看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距离缅甸密支那135公里，距离缅甸甘拜地只有17公里。看来缅北就快要近在眼前了。越接近边境地带，路上车辆越发稀少，路两边也基本没有民宅。我也知道，只要是在我们国境之内，在边防战士的守护下，我的安全大概率是有保障的。而这位友好的司机老哥，大概率也只是想要赚我80元的往返车费，而不是要把我当猪仔卖去缅北嘎腰子干电诈。到达侯桥口岸，我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口岸的周围围绕着一大圈的5星红旗，所有的指示标牌都使用了中缅双语。因为缅甸政局不稳，双方的贸易往来比之前少了很多，口岸就显得很冷清。偌大的边境物流场，停靠的大货车非常少，偶尔能看见几辆挂着红色车牌的缅甸货车。这一条沿街商铺有进出口贸易超市、餐馆、手机店、药店等，但看上去都没什么生意。手机店里挂着一个牌子，招聘缅甸工人。超市里应该有一些缅甸的商品，仔细看发现大部分都来自泰国。口岸旁边有一个傈僳族的村子，估计是按照乡村旅游的标准修建，整洁的青砖路面，颇具民族风格的大门，不管是房屋还是护栏绿化，都显得很有设计感。其中几户都开了民宿。村中心甚至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又像是一个舞台。广场旁有一个傈僳族民俗文化展示馆，不过大门紧锁，不再开放。眺望远处，雾锁山峦，令人胆寒的无主之地。缅北就在山的另一侧。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对面的缅甸克钦邦，它位于缅甸北部，与中国的云南和西藏交界，总人口约200万。密支那是克钦邦的首府。克钦邦最早属于掸族先民建立的哀牢国领土，后随陆川国并入大明国，成为大明国云南省的一部分。大明末年，克钦邦地区归附缅人东须国。缅甸的克钦族约有100万人左右，大多信仰基督教。中国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族是同源的关系。对于缅甸克钦邦，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民族地方武装克钦独立军。克钦独立军，英文缩写 KIR， 本名克钦人民解放军，是缅甸联邦最大的民族自治武装之一。1961年2月5日，克钦族领导人左塞、左突等人在腊戍附近的克钦山村创立了克钦独立军，提出建立克钦共和国的目标。1987年5月，
缅联邦政府军对其进行大规模围剿，其中央政府被迫退到靠近中国云南省盈江县边缘地区。1994年2月24日，缅甸政府与克钦独立军签署和平协议，克钦独立军成为第10支与政府和解的少数民族武装。缅甸军政府承认其合法地位，设立克钦邦自治区。2010年起，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冲突不断升级，双方多次和谈，但始终未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克钦独立军兵力估计不超过 1.5 万人，分为5个旅，另有约 3.2 万名政府工作人员，还有部分预备役人员。主要装备为轻武器，一部分来自缅共武装分离时的遗产，另一部分是缴获的缅甸政府军装备。主要经济来源玉石和木材贸易等。克钦邦经济非常落后，对外输出的产品主要以自然资源为主，通过境内的雷扎口岸、甘拜地口岸向中国出口香蕉、橡胶、大米、黑芝麻、蚕茧、碎米等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则完全依赖外部进口。其中甘拜地贸易基地是缅中边贸中第3大贸易基地。2022到2023财政年度对外贸易出口21500万美元，进口1000万美元。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缅甸克钦邦对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进口，2亿美元的收入不是一个小数字。克钦邦地方武装垄断了开采玉石与木材的权利，与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合作，开采玉石和原木并出口到中国。克钦邦境内主要使用缅币和人民币。在英国统治缅甸期间，克钦邦开始鸦片种植，后克钦独立军和克钦新民主军在控制区内大量种植罂粟，高峰时期罂粟种植面积达30多万亩，年产鸦片近400吨。此后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援助，帮助其发展替代种植。到1998年后，2个特区内基本实现了罂粟禁种。克钦邦同中国的关系极为密切，克钦邦境内的克钦族、傈僳族与中国云南省怒江、保山、德宏境内的景颇族、傈僳族是跨国境线而居的同一民族，语言相通，习俗相同，交往频繁。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多次和谈均在云南省瑞丽市进行。2015年1月初，缅甸军方为切断克钦独立军财政来源，开展打击非法伐木人员的行动，有100余名中国籍人员被抓扣。随后克钦军总司令部发起中缅友好救援1号特别行动，305名被困战区的中国伐木、矿山、淘金务工人员经由克钦军总司令部的安排后，分期分批突破了缅甸政府军的封锁线，并回归中国。2016年6月2日至4日，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率团对克钦邦密支那市开展访问。克钦邦的克钦独立军也曾寻求美国帮助。2014年4月，缅甸克钦独立军副总司令桑鲁甘茂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1天的访问，美国并未提供实质性援助。2015年1月11日到15日，美方代表团访问缅甸，其中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等数名军方高官访问了缅北克钦邦首府密支那，与缅甸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密支那军区指挥员及旅级前线军官会晤。2014年，果敢彭加生复出，并在克钦独立军的帮助下组建武装力量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也就是说，现在的果敢同盟军实际上早期主要得益于克钦独立军的扶持。2016年11月，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结盟，组成缅北联合阵线，共同对抗政府军。结束口岸的游览，要开始返程，友好的司机老哥显得更加慈眉善目，我也是彻底的放下了戒备。每一个身处中缅边境的中国人都能感觉到这国境线像是隔开了2个世界，一边是延绵几十年的无尽战乱和生活困苦，一边是国泰民安、繁荣稳定。当我们在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努力奋进，不知道缅北的美好未来何时才会降临。